好啦，咁大家咧就睇晒啦，咁啊嗱，今集其實上半集我哋都係用普通話啦，咁而家都係用普通話，因為 Glen 對普通話會好多，而且交談會方便好多啦。咁啊嗱，你哋嘅提問咧，我而家就會問噶啦嗱，咁啊睇下佢點答咯嗬。好，那我們開始了 Glen。好啦，其實我們第一次在看那個關於 BBR model 的時候，那個相片啊，那其實下面有一個。好像說 MiniGT 的 develop 那個顧問的形式，其實當中的，然後很多人都說收到那個產品之後就說啊，那是 MiniGT 製造的，那其實當中的是怎樣的一回事？事實上，這也不是像大家想的這樣子，因為BBR 他們一直想要做1:64，可是他們是做樹脂 high end，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有跟他們談，因為我們認識很久，之前有合作過其他的案子，那他們就來問我們說我們有什麼想法，就是私下好朋友也是這樣子談。對，那我們認為說，我們說，因為我們自己的經驗，我們是跟他 share， 我們說，不是你想的那樣子，設計的一些角度啊方面，所以我們後來就是達成一個夥伴的協議，就說好，他設計完，基本上 BBR 的模型實際上是 BBR 設計的。那我們做兩個部分，第一個是我們有從顧問的角色，根據他的設計，我們會給他一些意見，好，包含說你這個設計怎麼樣控制成本。那時候我就有跟他說，我說我對賣那一種很漂亮，可是大家買不起的東西我沒有興趣，哦，不然我就去回去賣我們的1:12、1:8就好了。我說你要我幫你，你當然我能理解，你有你的品牌，你的設計方式會比較價錢會是在一個不同的階段，可是請不要做出那種大家看着拍拍手，然後沒有人買得起的。但所以其實真的很特別。然後因為那個價格其實跳出來的時候，大家都蹦一下，哇，這個價錢這麼便宜 ，BBR 哦。就回到剛才講的，這個便宜是看跟什麼比啦。你跟2塊錢的 Hot Wheel 已經是十倍了，這不是不同的東西啊。對，可是還是一樣，我就是覺得說要用那個角度，你不能拿$100的1:43來比，你就知道整個1:65去看，我覺得已經是相當大的預算了。沒問題啊，那其實這個呢，也是我比較想問的，未來這個後視鏡的部分會不會換成硬膠啊？因為大家都說你們的車已經做得這麼漂亮，如果後視鏡能做成硬的會更加的好。暫時短期是沒有這個計劃。對，因為一開始這個設計就是為了說，當然它也不是100%，可是盡量減少碰撞的損壞。然後，這畢竟是怎麼講，我們的 signature mark 之一，一開始的做出來的其中一個特色之一。那對我們來講，目前看不到很強烈的理由去把它移除掉，因為我這個也有點這麼講，類似那個剎車的問題。對，我們喜歡說東西是越做越好。可是我不希望為了加一個東西，犧牲另外原來的一個東西，那對我來講就不成立，那就是白忙的事情。剎車就是這樣，剎車我就說，我們也是，我也想做，可是沒有一個工廠能夠保證說，當你做幾萬台，可以滑得順。你做2000台，每一台硬 QC 可以。你做3萬台試試看，所以大家也要理解一下那個 QC 的問題，雖然也是大家各大品牌都在抓的東西，但其實又想這個又想那個，其實不是這麼簡單，一定要做幾萬台。你想想看，幾萬台 QC， 所以你一樣的事情就是說，你後照鏡你換了，當然比較現在，可是你會大幅出現後照鏡撞壞的情況。對，因為你那個是那個盒子一下子放進去可能會卡壞，對，碰一下，那你就盒子要加大，然後加保護，那價錢就上來了。對，然後所以你為了一個事情惹出另外好幾個事情。那我就覺得那個效益不是很大。明白，明白。好，那其實還有一些問題就是就是承上一題嘛，有一些車，就你們有一些車子嘛，那裡面有一些車胎嘛，為什麼會有一些車款是沒有那個車胎紋路的？但是有一些就會有，譬如說最近那款 Lancia 的那款 Integrale 的那款，那為什麼他們就是在問為什麼會沒有那個車胎的紋路？通常來講是根據車子啦，就是說，街道車有紋路，賽車沒有紋路，賽車雨天它有紋路，所以根據是不同的情況是來放。對，明白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子，所以大家也要了解一下背後，因為有一些就是不是每一款都是有車胎紋路，譬如說 F1 那些就是沒有啦，就是光頭胎嘛，對不對？
对，还有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开始，假如这次在会场会看到那个 D-Max S5，我们开始实验说把那个轮胎做那个 stretch 的效果。哦，你知道有一些那种，他们就是把轮胎用小1号，然后打气后把它变 stretch， 对的，我们开始做的，所以新的 S5就有那种的效果出来。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，不要老是觉得，老是觉得自己就是那种觉得是这样。譬如说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然后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。那接下来的这对问题呢，就是关于车款的问题了。那未来会不会有那个兰博基尼的 SC20款呢？目前计划上是没有的。对，因为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就是说 MiniGT 也是因为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是一直在 expand， 一直在扩张。那我之前也有，这是很多事情上很多问题都是接续之前其他人问过的问题。我们跟很多车厂都是很深的关系，包含甚至代工啊 OEM。可是对某个存在车厂对我们也会有期待，会有一些政治性的问题。大家也是希望他支持我们，我们也要支持他们新车。那可是我们一年就只能做这么多款的车款，一定要有一些取舍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们期待一下咯，一些别的车款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。可是因为兰博基尼他们出的就是特别车款蛮多的。对啊，本来可能预算想说或许看看能不能明年底做什么，到时候他又出来新的。对，他们的车款很快，而且很多就是什么小改款，没错，限量款、超限量款，什么轻油款。对，所以他到时候又会，所以那就一举占据掉一些车子的位置。像我自己是很想要做 Carrera GT 保时捷可是排队排到现在没有时间做。期待一下。对了，那以下还有另外一些问题，就是其实宾士，那你们也出过那个 box set 的1901嘛？对。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就是出宝马款的 box set 经典款是这样子，或者什么拉挖怎么样子？会不会？宝马那一边的话，还不确定啊。我现在就是说130还是有一些车子我想做还没做到，然后不过我们是规划明年初会开始推出一些不同的130。哇，对，我好喜欢。因为130跟1901那个时候是刚好我在美国刚16岁拿驾照的时候的车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讲是很特殊的车。对我来说也是听到这个消息，其实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自己是宝马忠实粉丝嘛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这条问题是我自己问的。那其实我自己在买这么多代，其实我一直有收藏不同的宝马嘛。那为什么190这个世代的这个系列的车子一直没有厂商出？那你们有没有计划会推出？事实上，我们有蛮多宝马车，我想做。对啊。可是，就是回到之前回答的方法，就是一直有新车出来，然后把位置占掉了。其实我觉得很奇怪，那 F 有啦 ，F 世代有啦，现在 G 世代也有啦130也有啦，就是之后的中间那个卡掉那个位置，就是没有厂出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放弃掉蛮多宝马，譬如说像我也可以很跟大家讲说，我们一个被迫会放弃掉的，事实上。都已经进行了1/5的，就是635 CSI。我们做到连手板都只差把模具开始启动，整个都停掉了，因为已经其他的案子得进来，得占掉资源。对，那我们做完 M4就觉得说差不多了，或许有时间来做。接下来就出了 CSL， 接下来出了 M3 Touring， 那 M3 Touring 出来一个3.0 CSL 宽体的，对啊，然后我们想说 OK 好吧，差不多了，现在跟我说 M5 要出来了。那无限伸延，对，我们就是无限的被拉进去这样子，对，期待一下。然后其实我希望你们会有啦，这款190的那款，其实很多车友都是在想有没有这一款，因为你们很多品牌都有出，就是为什么会没有？不过我们接下来的是我的看法是品牌这边的产品规划来讲，我们希望做到就是说。到一个程度后，重新规划就是category 角度来分像超跑、赛车、街车，然后老款街车，我们内部要花点时间做，因为等于是品牌成长到下一个阶段后，对，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订单上分配平均的角度，这是我们下一个公司自己内部要做的课题，对。
那未来会不会打算会有研发有些开灯或者什么开门的版本，会不会有机会呢？不会，不会的，真的不会。对，我得很郑重，被问过很多次，我们对开门完全没有兴趣，连开引擎都没兴趣。好了，对，stop， 这条问题呢，就是来自一些Land Rover 的粉丝的，他们就说那个你们家已经出了那个 Defender 90和110的版本，已经很受欢迎吗？然后之后又出了130的版本，未来会不会出现那些1:6是其他的比例的那些 Defender 的130呢？你说新款的130应该是了，对，网友有提问。Defender 我们事实上还有一些车想做，那我自己也有在思考的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做 Defender 事实上最大的用意是希望大家看到是一个 workhorse， 一个实用型的车款被运用在很多不同项目上到一个极致。我认为说到现在很少车能像 Defender 到这种程度，很经典。对，还有很多我想做的，像我们内部有几台还在排队的，是像英国空军的搜救车。对，皇家空军的搜救车。对，你想要跳伞后他要去搜救嘛？对。然后我们有在研究那个澳洲海军陆战队用的6轮的 Defender， 这款也有。对，所以我们最主要是想要说，很少有一个车款可以居然泛用到这种程度。对，从农夫去运鸡蛋、运水果，一直到特种部队，到英女王阅兵也是嘛。对，所以这是想要表现生活的那一面。对，所以那我们一直觉得说，这个系列事实上并没有做完整，所以我想要花点时间回来做它。所以不是只是加这个宽度形态不同，对，他想表达的一些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。那其实那在大家都明白了哈，那现在解答了哈，不要再问我了哈，要什么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Glen 会看的。对了，那其实每年你就会去不同的地方举办不同的活动了，那有没有计划说会有机会在香港会搞一个这样类似 MiniGT 的活动呢？我们内部有在讨论，有一些 idea circulate 过，然后现在因为今年开始算是真正大家开始脱离 COVID 重新恢复这个旅行嘛，所以我们也是尽量说多到几个地方跟大家见面，多交流，多了解说现在目前大家对车子的一些看法、一些情形这样子。那当然香港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、很代表性的市场。我们是希望在这边做一些 event， 可是要怎么做？事实上就是说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讨论。不过我们相信不会太久了，一定会有一些很特殊的 event。好，我在麦后其实和 Glen 有访谈过，大家要期待一下，未来很快会有的，有机会的，一定会有的，我们香港不会遗漏的。OK， 那最后一样东西就是，其实很多就是我有一些收藏你的品牌的那个玩家们啊，还有一些店家，其实也很喜欢问上这个问题了。那这个大家也很多，就是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。在包装盒上面，对，其实以前呢，你们有些号码嘛，对，那现在就没有了。那你们会不会未来有机会把那个号码印刷回去呢？号码一直都有存在啊，有吗？有啊，号码从来没有移除过的。但是不是？但会不会就是他们？我想他们就是说会不会放大，就和以前一样，501这样？应该这么说，早期的号码，而且这是 prototype 的盒子是看过，早期号码是印在前面，对，新的号码是印到上面来了。对，它事实上是号码是一直存在的。其实对，因为我们认为说，MiniGT 成长到现在这个阶段，号码的确是大家用来一个 reference， 就是说这个东西最后的鉴定，说这个我有没有这台车或追踪方便。可是我们比较希望的是，我后来就是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决定，我有跟我们公司内部解释过，我说最后我不太希望大家来，就是说235号我没有买的，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完全你买这台车的决定，你应该是看了你喜欢再买。235这个号码只是让你最后确定一下你有或没有，可是应该你是先看到这个车，觉得你喜欢这个车，你再买它，所以这号码没有重要到摆到最前面来
但是有很多 collector 真的很变态耶，他们真的是要那个号码一定要有，1到10号，那个9号我买了，我不知道他对，那没有关系，一定要买。可是最终我认为是先后问题，应该是先喜欢这个车，然后再来确定说这台车我有没有。哦，所以事实上连这个市场都有它的那个深思熟虑在后面的。对，我不会，我有一些像我们有一些墨西哥的 collector 是很支持我们，然后他也是常常跟我讲，哇，哥，你每台车我都买，我说，请你不要每台车都买，喜欢才去买。对，我说请你，我说我认为我的工作是给大家很多的选择，你从这选择组装一个你喜欢的 collection，代表你的个人的 preference。像我们有一些，我认识有一个人是他专门就是收endurance race 的赛车，那种12小时以上比赛的赛车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说大家然后可以跟 collector 互相交流，哦，他专门收什么样的车或什么样的车。当然有的人是希望收全部，这我觉得当然是欢迎。可是我不希望说，我不会说单方面就想说哦鼓励大家一直买，这不是。所以这个号码这个系统也是，我认为说先后顺序，先喜欢这个模型，你想要再确认一下说我有没有多买了一台一样的，那欢迎。对。因为我这个也是从我朋友，很多朋友说我怎么买了？对，不然店里看很好看，拿在家里就对，所以我们认为说，包含那个展示盒，然后或者是人是希望维持说，你到家里之后，你继续跟在店里买的时候那个开心程度是维持持续到家里，那你会期待下一个东西出来，你赶快再去把它买回家，是这个体验的延续。对了，那今天的访谈就是这么多了，然后我也有一些东西可以送给 Glen 的，那等一下我们再给大家看。那其实这条影片如果就分为2部分，因为比较长影片，那喜欢看上部分的，想关于 MiniGT 的品牌理念里面的东西呢，可以看上部分；如果想看大家的问题，可以看下部分，我有 Part 1和 Part 2的，其实这样子就会等大家容易看一点了。那访谈也比较长。也觉得真的了解了很多背后，或者你们怎么去想我们这些玩家的心态，或者思考我们怎么去收藏的方法，这些其实也是很难得的。就是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访谈，再次找你访谈。可以，我下次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希望我能去马来西亚，对不对？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对啊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希望能给个 like 或者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然后如果有一些问题我没有就是帮你们问的，希望也见谅，因为真的比较多。那你们可以在下面问，我有机会再抓 Glen 问一下，那给你们的一个好的答复这样子。今天很谢谢你 Glen 来我的频道这样做一個這麼好的訪談。我也謝謝你。好啦，One more thing 啦，咁就其實我自己一路以嚟都有去做 MiniGT 嘅開箱啦，咁阿 Glen 亦都好支持我嘅，咁就今日我會將我今日做嘅呢一款林寶堅尼咧，大家會睇到圖片嘅，就係會送俾阿 Glen 嘅。希望 Glen 會喜歡我改裝的作品，我小作品。不會，對啊，謝謝。其實這一款是蘭博基尼的 STO，那就用了那個我自己特別調的一款巧克力古銅色去做的這一款車子。那希望你會喜歡，也謝謝你一直的支持我，這樣子。對，好，就是這樣子的。那我們下期見嘍，拜拜。